所在籍堪布依止根本上师法王如意宝修学多年，不但承担着佛学院汉生的教学与管理工作，同时也努力将藏传佛教的智能宝藏传播到汉地来自全世界的华语地区。所在籍堪布在知识分子、自然科学工作者中享有非常崇高的威望，尤其是近几年在授受知识分子方面，堪布不辞劳苦，到处讲学，发愿要尽形寿，竭尽全力，把他认为最好的佛教思想、佛教真理在社会上传播，并且在各大高校跟知识界、学术界进行对话。今次来临香港，也是为了出席青年佛学研讨会，与300多位青年就佛教与科学、环保、心灵教育、认识藏传佛教主题进行研讨。现在修学密宗的人呢很多，但对藏传佛教教学认识一直相当的薄弱，对藏密的双运、降伏等不了解，甚至诽谤非常严重。所以不知应怎样修学密宗。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地请到了堪布为我们开示，现在请大家起立，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所在籍堪布。有一个祈祷文啊，叫自在怀疑祈祷文。我想我们香港这边，不知道，包括大学里面的学生啊、老师啊，还有其他的修行人，能不能念？如果能念的话呢，我们一起共诵一遍。因为这个祈祷文，如今在末法时代的时候，对人们的身心健康、事业发展等各方面有不可思议的加持力。这是我用藏语来一起念，看看你们这边呢，能念多少就念多少都可以。毛是对金巴拉文格不长的对东西子都不一起。马桥对等把美让人内多见你马旁亲不还，就跟那拍一多几球，就等我是推几几家，把马加入空的我就是那只是那完全那个，上一些班子瓦拉哈，当初都不加入的成。马里接个养出日新嘛，手上夏天晚修的东，王子都这话我的给错，让东娘把亲不娘，都这个一个的这什么用？我们送个家这看什么？我这马不苦的红辣椒，这些当只有上的不是。多这巧把全部推进了，那年我真都给做了。多这差这想把全部也能吃的啊，全部东西。太监是在为了个家人多这公西啊这些，咱这早送个拉走了，给别送啊得送新的了，这个我真都给还他。他们往的西边我这做着。好，下面我们今晚上做简单的讲座。讲座的过程当中，刚才主持人也说了，所以希望大家尽量的，因为我讲座可能1个小时，接近1个小时，然后我们后面互动大概是要接近1个小时。全部加起来不到2个小时的时间，这个时间当中呢，希望大家安静，因为我有时候讲得不好，但是呢，我希望大家比较心态上也好，身态上也好，认真互相学习这样那么下面呢我想今天我们
所讲的内容就是这样修学密法。这样修学密法的这个话题呢，其实是非常广大的，也是深深的。我们短短的1-2个小时当中，给大家交代的非常清楚，是有一定的困难。但不管怎么样，今天呢也是非常殊胜的一个因缘。其实我到这个理工大学呢，应该是第2次。去年我们在这个理工大学呢也做过一次讲座。那么今天呢有再次跟大家交流。我个人而言就是非常欢喜。还有呢我想你们在座的人也知道，我们世界青年佛学研讨会呢，前一段时间吧，就也可以说昨晚上就是正式落幕。这次开了大概是4天的时间。我们自己认为就是开得非常圆满成功，尤其是在香港和内地为主的好几个国家的大学生的整个对佛教的认识上面应该是有所提升。很多大学老师和很多大学生呢，他们的发愿就重新做人。刚刚我接触的有些大学生都是他们认为是以前的一些认识和观点呢，的确也是有一些错误，所以从现在开始要重新做人。我个人而言，就是这也是非常欢喜的事。这也是我们理工大学和还有这个香港中文大学的人间佛教，以及呢香港教育学院就一起合办，一起联合举办的。那么这个也就是说，这次我们圆满的承办这样的这个活动呢，也是一个殊胜的缘起。还有一个呢，我想这次就是到香港理工大学呢，就是特别感谢我们的这个理工大学的这个佛学会就是佛学会。其实这个佛学会呢，建立以来，应该说就做了很多非常有意义的事，包括就是我们这个弘扬佛法方面，就是搞了许许多多的有意义的活动。以后作为香港的一些知识分子一些在这里的求学真理的人呢，尤其是一些佛教徒呢，就是希望我们共同就是努力这个佛学会呢所有的这些精神就不管这个活动也好，就是精神也好，大家应该努力的去学习因为理工大学的这个前校长就是潘光中教授呢，我前天也是我们单独也有一些会面，然后呢确实是比较在这个国内来讲是很少的，这样已经当了大概是可能当工学院院长有4年吧，然后当校长14年，然后呢真正这个皈依佛门的这样的校长并且自己公开也这个承认是就我是这个学佛教徒的学佛教的，而且他做的有一些心经和其他这个佛教与这个人生方面的一些书呢，也许可能我们在座的也看过，所以我也特别佩服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这样这个学佛就是非常的这个值得我们很多知识分子包括我们今天在座的一些大学生和一些老师呢，以后向他们应该这个学习。同时我们这里还有这个佛学会的甘会长就他呢确实是跟我就是有相同的一些这个学密法的一些这个因缘吧昨天我们在研讨会上面呢他也讲了这个藏传佛教的9乘次第我当时心里非常欢喜的原因呢，一个是这些知识分子如果用他们的这个大学教授的名义来讲的话呢，就是容易接受。如果我以一个藏传佛教的出家人的身份来讲呢，有个别人可能会接受，但有个别人不一定接受。而且他所讲的就是我们登州法王就是牛瑞智这个
大德他所传下来的这个教言其实这个我刚才我们在这个座谈的时候也是谈过，就是说是我在70年代的时候呢，都知道是敦州法王在我们这个香港和台湾和还有这个港澳这一点弘扬密法是非常成功的。应该说，作为他的这些传承弟子尤其是牛瑞智禅师的话呢，那么我以前看过敦州法王，就是很多的这个他亲笔写的，就是自己传承呢教诲于他们的这样的一个非常亲近的传承。所以我们作为香港的很多这个佛教的密承弟子的话呢，应该是对这些传承就是有直接和间接的一些关系。所以呢今天我用这个藏传密法就是也就是说这样学习藏传佛教呢，我们同题目是什么我都没有注意藏传我有时候经常跑题，要注意一下，好吧？这样修习，密宗是吧？那是我的配合，你们看吧。所以我们这样学习密宗呢，我想在座的很多人，可能有些确实是。这个密宗的佛教徒就昨天我们看到有个别的教授他们这个修学和境界呢，应该说有些知识分子非常清楚就包括这个回答问题在演讲过程当中的话呢，密法的一些境界就不可思议的、不可言表的有一些境界呢，让别人。怎么样看也是看得出来，就是他们内在的这个部分的这个境界。我也特别希望我们今天在座的有些人呢，可能学密宗的，有些人是学显宗的，但是你们要有一个正面的了解。现在其实对这个藏传的密法呢，在某种意义上是可能好得多了，就是没有就是这么多的人这个诽谤，尤其是现在很多的大学里面就是展开这个藏传佛教的有些教义的时候呢，有个别人呢对这个藏传佛教的误解有所学见有所学见，但是还存在着对这个密宗的一些误解呢就比较多的。所以我今天首先呢还没有正式这样修学之前呢，为了这个清除一些误解，我就讲几个方面的。第一个方面呢，现在很多人认为学习这个密法呢，就不需要经过这个观定，或者说是不需要经过无假性，这种说法是确实不太合理就是不太合理，除非是你是像这个特别立根者就是特别一种这个特殊根基的人呢，也许有一种顿超者就有这个路。除此之外呢，一般来讲这个密宗呢，就是必须就是经过这个观定，在观定之前的话呢，就是一定要有一种这个次第，尤其是你观定之后或者观定之后呢，一定要就是修50万加行。50万如果加行的没有修完的话呢，那么你看的一些密法就得到一些密法呢，不一定是这个成就的。有些人认为我虽然没有修50万加行，但是我的上师很慈悲传给我就是特殊开许特殊开绿灯那这样也许上师是给你开许，但是可能上师也不一定有这个资格因为它是一种次第。所以我们最好是从人生难得开始呢，就是自己修学如果没有大好基础呢，你要去这个更上一层楼呢，就是可能会变成空中楼阁。以前譬喻经里面，佛教里面有一个故事有一个日本的人呢，就是他就请了一个木匠，要求修3层楼。但是他不要第1层楼和2层楼，他需要美好的就很美丽的第3层楼。然后木匠呢，就是一直跟他说，就是他就不听，就是他非要就是第3层楼，就相当于是这样的。我们这个修密法的时候呢，就是一定要注意，就是打好这个基础就这是这个第一点。第二一点呢，我们现在举几个别人认为就是包括对密法方面的这个有一些
怎么说啊，就是误解啊，就这个呢就比较严重。昨天我们研讨会的时候呢，很多人就是问密法的这个什么双运啊、相互啊，就这些是怎么理解？有些人问都不敢问，就觉得是好像是密宗上师们呢就是不敢答或者是不会答，其实不是这样的。应该说是密宗当中呢，就是虽然有这样的这种说法，但是这种说法呢的确也是现在是在我们藏传的任何一个珍贵的寺院和珍贵的僧团当中呢，就是没有人去修。他不修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它是很高的一种这个境界啊，这么很高的一种境界，我们一般人就一般的一种，比如说从双运来讲呢，一般的一个时间的这个男女关系啊、贪欲啊，那这样来行持的话呢，其实密宗的教育绝对不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在我们整个这个珍贵的藏传佛教和藏传的佛教徒里面的是，从来就是在寺院里面没有这样的，像这样的修法的人也没有，这样修持的人也是没有的就这一点大家一定要知道。即使有的话呢，那么这个在宪宗上能不能这个做解释呢？就是其实应该是在宪宗当中呢，就是有这个隐藏方式的这个解释，并不是很明显的方式解释。为什么？因为我们宪宗当中一般来讲呢，大家都应该知道这个宪宗呢，就是将这个断除这个贪心断除贪心。但断除贪心的时候呢，有一些时候呢就是依靠这个贪心来就产生智慧就是也有这样的比如说那个好像是在维摩诘经维摩诘经里面呢，就是说是这个什么因作因女因主好色者就意思就是说呢，先以这个就是欲垢来这个牵引，然后呢就是这个众生是离入佛道，就是有这样的说法。意思就是说呢，就是有一种这个现在我们实践的一些这个不清净的这个行为也好，不清净的这种欲望来就是产生这个智慧，或者呢就是让这些众生呢就是离入这个佛门就离入佛门了。可能你们以前也看过这个华严经，华严经里面呢就是专门有一个叫做是发宿弥多就是53禅的时候有个发宿弥多。发宿弥多呢，实际上表面上看呢就是特别这个行为不清净的一个就是行为不清净的一个美女。然后他凡是所结缘的这些众生呢，最后就是获得就真正的这个解脱。这是宪宗当中的一些道理。当时这个三彩童子看的时候呢，首先就是依止他呢，当时所有的这个城市里面的人都开始这个说他就是你这样的一个修行人依止这个我们实践当中说口碑不好的一个人，你要去依止他呢，那肯定是很糟糕的，就是很多人都开始说他。但是呢，的确也是依靠他的这种不共的一些行为的话呢，那么就是真正就是后来获得这个解脱，就是也有这样的就是有一个我以前看过一个叫这个太平这个光记就是太平光记是宋朝的时候，就是个古文，就是并不是很好懂的，但是这里面就是讲了一个故事。这样所讲的故事是什么呢？这是在汉传佛教当中，宪宗当中呢，就是其实有时候就是说这个所谓的这个贪欲也好，所谓的这些欲望呢，就是不一定是完全就是排斥的。有些境界比较高的人来讲呢，他通过这种方式来就是度化众生。那么这个太平光记里面怎么讲的呢？就是曾经有一个人就是有一个美女，这个美女呢，就是她这个没有就固定的就是自己的这个丈夫，但是她的行为呢，跟世界上所有的城市里面的所有的这个男人呢，有一些不亲近的这个关系就有不亲近的不管是什么身份的话呢，就是他都愿意跟他们一起。那后来呢，就是他得了病，就是离开人间。离开人间的时候呢，因为他自己也没有家，所有的与他有关系的这些人呢，就很惋惜，就是很悲伤。然后他们自己呢，就是召集起来，就是把他的尸体呢，作为一个这个坟墓就是坟墓，就是然后就开始前面就是立一个碑，就是这样的。然后后来有一段时间以后，从这个印度那边来的一个僧人
就来开始这个对这个坟墓面前进行磕头啊，就进行顶礼。进行顶礼的时候呢，他们很多人开始嘲笑他，就是认为呢，可能这个出家人呢，就是也是不是跟这个跟这个女的生前的有一些关系，有一个出家人怎么对这个美女的这个坟墓呢，就是开始进行顶礼。后来呢，就问他什么原因的话呢，他说他是一个娑果菩萨的化身，就是非常了不起，凡是与他结缘的众生呢，就是都会得到这个成就。他们不信的话呢，就是他说，那么实在不信的话呢，你们看看这个他的棺材就是变成这么样。结果一看的话呢，他所有的我们一般的人的这个身体呢，就是这个骨架就大家都知道是什么样的，但他所有的骨架都是变成就是一环一环的，就是娑果菩萨。所以他们当时呢，就是才知道原来就是其实他呢就是应该是一些这个诸佛菩萨的这个化现，就是有这样的这个就才明白了。所以这些问题的话呢，我以前也是照过一些先宗方面的这个校正，就是包括这个不空翻译的一个叫做是密眼经呢，就是大乘密眼经。大乘密眼经里面呢，就是也是说过，就是说是这个宇宙明妃的话呢，就是以密探的方式来经常这个还原就是还原。那么这种行为于此行为呢，就是菩萨之境界。那么这一点就是大家一定要说明那这样的话，是不是这种贪欲呢，就是谁都可以就产生智慧呢？那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这样这个享乐呢？就是不行的。这种行为呢，就是这个菩萨的这个境界如果你真正是得到菩萨的这种果位的话呢，在你的某种行为上呢，依靠贪欲转为盗用的方式呢，可能会就是获得禅定获得智慧获得真正最高的一些境界呢，就应该是有的。所以有些佛经当中呢，也是说过，就是说是火中产生莲花呢，就是其实这个很稀有的。如果在欲望当中这个产生这种禅定的话呢，也如是稀有。意思就是说呢，我们一般火中这个产生莲花是不可能的事情，但如果产生呢，就是很稀有的。那么同样的，在这个贪欲当中就是产生莲花呢，就更加稀有。产生那种禅定呢，更加稀有。意思就是说，我们在某些时候呢，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情况在这一点呢，我们在座的人以后就是有些人就是觉得是密宗上面的有一些行为呢，可能是不如法。那这样想的话呢，我们先宗当中也是这个贪欲如果能转为盗用话，那么就是也有这个开许的时候，或者说你获得了菩萨境界的时候呢，那么就是这种这个贪心呢就依靠贪心来增长你的悲心，增长你的这种智慧，就也有这样的机会。所以这一点呢，希望我们在座的人应该要这个知道，就是密宗里面的就是极个别的所谓的这个双运相互之类的话呢，非常的这个容易解答，就这个问题呢，就是非常容易。所以我们自己呢，还没有到这种境界之前的话呢，千万就是不能就是以这个作为借口来就是行持密宗就这一点就是非常我们在座的可能有些是对密宗有这个兴趣的，就是一定要这个注意就是这是一个是我们要从那个加心开始修行。第二个呢，就是对密宗的一些非议密宗的一些非议和密宗的一些，当然现在极个别人呢，没有任何的理由，就是对密宗和对先宗个别上是不满，就是经常呢就是说一些废话。但这些事情呢，我们根本不会理他，就这个是对我们影响也没有任何的这个影响，因为他们并不是去除一些矫正理证来说的，只不过是对个别的一些宗教不满而这个提出来。所以我们一般呢对他们就是不会就是一些辩论就是如果我们没有必要的话呢，对他们没有必要排斥，就是所以在这方面，首先我们现在很多人学这个密宗呢，是变成一种热潮，就是可以说，不管是国外也好，国内也好，很多人就是对这个密宗是有信心，这一点是好事。但是我们没有这个认真的去了解的话呢，可能这个学密也是有一定的困难这是我首先呢
用简单的语言来就是牵出就是密宗方面的各种这个一些这个邪见吧，就是邪见啊，就是有一次我们研讨会上面就是别人问，现在藏传佛教里面呢就是是不是有没有这个错误的，或者是有没有错误的？然后有一个北京学者呢就回答说是藏传佛教就是没有这个错误的，藏传佛教当中的个别人的行为呢不敢说就是也许是有错误，所以我们应该就是保持这种我也非常赞叹这样的观点呢。我本人的话呢，就是学了这么长的时间就是可以说是近这个30年，也用自己的一切的这种经历和智慧呢，就是去研究，越研究确实是越殊胜越深入，非常非常的这个有意义有意义。但在这里面呢，我们根本就是找不到就是任何的对这个先宗不符合的，或者说是我们凭我们的智慧来能找出过失这是非常的不可能的事情。因为这些藏传佛教的这些高僧大德们他们的这些智慧的话呢确确实实跟我们这些人就是包括一些大学老师大学士呢，以这种智慧来比的话呢，就是说实话，我可以敢说，就是我们的智慧呢，就是的确是比不上很多像那个全智龙钦巴尊者全智弥勒日巴尊者对他们的智慧来比较起来的话呢，那我们就是可以说是望尘莫及。就是这种情况下呢，我们没有了解而去诽谤就是去争议这是非常可笑、非常不合理的。所以呢以后大家在这个对密宗的正面上一定要清除各方面的一些邪说这是我想这个前面就是简单说这么一个。然后呢，那么我们怎样修学藏传密法呢？就是说这个藏地有一个特别出名的尊者叫做是荣松班智达就这个荣松班智达是非常有这个神通知道吧？你们很多人喜欢神通，知道吗？很多人其实神通就是没有什么用的。昨天有人说神通有的话那很麻烦的，就是什么他的心里面也知道，那个心也知道，那这样的话每天太累了，就这样就最好不要有这个神通。其实神通不重要，就以前有些大德也说过，就是神通是这个真正的神通是戒定慧。我们佛教里面有清净的戒律，有心态平等的这种禅定，还有呢这个能觉知一切万法的智慧，这就是真正的这个神通。那么我刚才说这个荣松班智达呢，就是在藏传佛教当中特别伟大的一位这个尊者就跟这个全智龙钦巴就是可以说是相提并论的这么一个大德。他按照他的这个观点来讲呢，我们的这个密法呢应该有5个阶段来这个修行。首先是什么呢？首先就是一定要抑制这个上师，然后呢就是结束这个观定，结束观定以后呢就是疏持这个密宗的这个戒律，然后呢就是在这个进行闻思，到了最后的时候呢就是在寂静的地方修行，应该有一种5种次第就5种次第。那么这5种次第呢，我们当前的一些学密宗的人来讲特别这个重要现在我也经常看到很多人呢开始这个学密宗，但学密宗呢他都只是入门，就是没有进去好多人都是就像你们刚才在那个理工大学门口这排队一样，就是一直在门口站着，就是不进来。有些是进来了然后又出去了，有稍微进来了一下，有一会儿就出去了。这种现象是非常多的，学密宗人当中非常这样多的。那这样我们首先是怎么样抑制上师，这一点很关键很多人现在看了一个上师以后，在哪里什么观地呢，加持就是马上去抑制。所谓的抑制的界限是什么呢？在任何一个上师面前，你听过法听过密法的，这从那个时候开始已经成了你的上师了哪个上师面前得过观顶的话，那就成为你的上师。但在这个之前呢，我们一定要了解就这个人的，比如说我们实践当中呢要卖一个产品的话呢，那么这个是什么厂里面出的，那么过期了没有，这个到底是对自己有没有副作用，很多方面我们要去了解比如说实践当中你要找一个什么对象就是找一个这个你的朋友这样的话呢，你就
看看就是这个人的家庭背景是什么样，他的文化程度，还有他整个这个经济状况啊。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是，昨前天我在跟很多大学生呢在走路的时候，后面就是大厅，就是他们说是啊，我的朋友什么什么有车啊，有没有车啊，有没有房子啊，有没有钱啊，有没有地位啊，有没有工作啊等等，非常关心。就是我当时在想啊，他们如果一直上市的时候也是这样关心啊，就这个上市有没有智慧啊，有没有背信啊，有没有是什么这个真正的这个佛教的这个传承啊，有没有清净的戒律啊，这样观察就是时间长一点的话呢，那么就是我们会知道是这个上市是应该是有资格涉属啊，就上市与弟子之间呢，并不是今天在一个广告上面写，就是啊某某上市来了要关定，哇就全部来了，就是然后比如说今天我要关个定的话呢，你们都来了，就是你们根本不知道我到底是什么样的人，那这种方式是肯定不合理的。以前那个元朝的忽必烈，他一直帕斯巴啊，就是一直帕斯巴的时候呢，当时忽必烈是他在从佛教的历史上看呢，确实是有一定的那种这个佛教的学识。他说我已经观察你6年了，就是那你现在可不可以给我关个定？我已经观察6年了。然后上师呢，就是说你既然观察我6年的话呢，我现在从今天开始我要观察你6年，那也许可能上师当时有点不高兴，就是我都是想，因为上师可能如果脾气不太好或者是这么的话呢，他当面就是那个学生也很直的，就是我观察你6年的话呢，他当时一下子就接受不了，说是那既然你观察我6年的话呢，我要观察你6年，那这样的话呢，整个弟子观察啊，上师6年，上师观察弟子6年，就是12年就是过了。12年的时候，也许那个人有没有信心也不好说。但是确实按照这个四书五经啊，很多的这个教理的话呢，先就是观察，就是上师就是很重要的。现在很多人没有观察上师，最后呢上师到底有没有资格啊，弟子有没有资格啊，就是说的特别多。那么为什么这样观察呢？其实密宗呢，并不是说是因为它有很多的过失啊，就必须要报密，不是这样的。在密续当中也讲了，密宗是特别的珍贵。正因为它是很珍贵呢，就是不能公开的。大家都知道，我们一般自己家里面最珍贵的什么金子啊、银子啊，包括银行卡啊，还有你的这个银行卡的密码，就是这些都是不能随便公开啊。就是你最珍贵的东西呢，就是你隐藏的最深的。你如果这个给别人公开的话呢，害怕别人拿走了。是同样的，密宗的真正的一些教义呢，的确是。可能你们有一些不学密宗的人不一定知道。我们经过这么长时间以后呢，就是通过理论上也好，修行上也好，稍微了解的话呢，哇，越来越感觉到这个密宗的真正的这些，尤其是修行的僧祇次第和圆满次第和大圆满的一些教义呢，不能随便公开。一公开的话呢，就是一方面就是失去了它的价值，另一方面呢，我们如果这样这个下去的话呢，就是人人都是不会很珍惜就不珍惜。所以呢就是作为上师呢，就是对这个弟子的这种传输观定就这些呢，一定会是这个小心谨慎的。那么这样第一步次第呢，第一步的我们对这个上师的观察就很重要希望你们以后一直上师的时候呢就不要就随便就今天看到一个，我看这边就经常广告特别多的，就是在一个片上面广告，就是现在其实广告来就是一直3至4，我觉得不是很合理的，就是通过广告来就是你很多事情呢了解一下可以，你去了解就今天比如说一个上师在传法，就是你到哪里去就站一站看看，这个我接触的不是真正的听课，就是来看一看，就这个人到底是怎么样就然后就了解，然后第一次了解不清楚的话，那你回去问一问他身边的或者是他的家乡，他的这个各方面比较了解的地方呢，就是去问一问。如果实在不行呢，应该特意到这个他家乡那边去看看，就是这个人到底是怎么样。为了佛法，我想是应该知道。比如说有些人跟这个企业和企业合作的话呢，那么这个企业家呢，就是经常要看，就是到底他有没有这个事业，有没有这个势力，他亲自就是开车或者是乘飞机，就是到那个工厂里面去。比如说我跟
今天某某某某这个项目就是合作的话呢，那我先不相信就这个人说的，那我应该要，因为这个事情很重要，我一定要先到他的厂里面去，先到他的这个公司去看一看，到底他有没有这个势力。如果我确定是有这个势力的话呢，那我回来就是可以跟他就是谈判，可以跟他就是签合同。那么我们佛教呢也可以这样的，这一点的确你们这个。有些内地和大城市里面的人呢，也许是可能思想是空虚，没有任何信仰。一有了信仰的时候，一听说上师呢，哇，就尤其是藏传佛教的上师呢，真的认为是佛来了，就是然后呢，就是佛来了的话呢，就是那急急忙忙的，就开始这个医治完了以后呢，如果没有这个清净心呢，就是也是师徒之间也是发生很多的这个矛盾啊，各种各样的情况，在内地就是特别多。我不知道香港这边也是有吧，就是在大学生当中也是有，老师当中也是有，所以这是第一步。就是我今天呢也直截了当的讲，就是希望好好的这个医治知识的时候呢，就是观察完了以后呢，当然你就就是以恭敬心来这个去医治啊。就如果这个上师是真的没有问题啊，各方面包括他的戒律啊、慈悲啊、智慧啊，华智仁波切在谦信里面讲所有的这些法相啊，就像我们十事无事颂里面讲了这个14个这个法相，这14个法相全部一一没办法这个说的话呢，那至少也是这个上是必须具足这个慈悲心啊，就是你看大乘的慈悲心的不具足的话，那真的这个色素弟子的条件呢，就是很难这个确定啊。有了这个真正的这个法相之后呢，那我们就是密宗的观定啊，这个观定呢。我就前一段时间用这个比喻，我自己觉得我用的这个比喻是可以。所谓的这个观点呢，就是我们相续当中的这个佛性呢，就像比如说这个种子呢，就是放在地里面，然后灌一个穗的话呢，那么就是它有这个可以成熟的机会。所以观点呢，就是对我们刚刚这个进入密法的一种意识。就这相当于是我们到了这个香港呢，就是要中间办一个通行证，那这个通行证没有呢？不行的，有了通行证呢，你可以这个进入这个地方。那这个通行证代表什么呢？就是要你这个有些人这样讲，就这个密宗这么麻烦呢，就是为什么是这样？其实每一个宗教都有它的不共的一些特点。你真的要进入这个密宗的殿堂的话呢，需要这个官定的门票，需要官定的这种条件。有了这个条件以后呢，你可以进入然后，那么你得到官定以后，是不是什么都可以呢？也不一定。本身也是所谓的观定呢，从上师上面呢，观定就经常讲2因4种缘需要因缘具足的，要2个因，上师方面的一些因缘，上师必须要具足观定的条件。弟子方面呢，弟子也要就包括自己的身上的一些清明明点等等，就是上师也要具足这个上师的法相，同时还要上师要观定的话，所有的这些法器等等，这些所有的这个2因4缘的2因4缘，我今天这里不光说你们应该很多人会明白的，很多我们以前光盘就是书里面都有给大家做介绍过。那么你看2因4缘全部已经圆满具足的话呢，才就是获得了这个真实的这个观定那么得到了观定之后，就是有些人现在很多人这样，有些人今天求一个观定，明天求一个观定，观定完了以后呢，就是对这个真正的这个文法方面呢，就是没有这个兴趣。这是我们现在佛教徒最大的一个弱点就是弱点就是在这里。那么都观定以后呢，就像我刚才讲的一样，你通过这个通行证已经到了香港，到香港以后呢，你就坐在那儿，就是根本不去的话，你来香港的目的是不是到了？就没有你来这里肯定有目的的，要有目的的话呢，那以次第性的再慢慢要下去。所以你光是得一个观定就可以了，不是的，观定只是让你一种开许过滤一个细滴的一种这个意识而已。然后得观定以后呢，那么观定的时候就是你有一些密乘的戒律，这个必须要说现在有些人对这个戒律很不重视，其实佛教当中呢，这个一戒就是2产生这个定第一定呢就是产生慧，就戒定慧3者呢，就这是怎么说就是一种这个无责不生的关系。没有这个所谓的戒呢，就是现在的我们
有些人觉得说，怎么佛教就是有很多很多的戒律啊，我才受不了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其实佛教的这个戒呢，就是我们这样的这个人生的一种规范的行为的准则啊。你要做一个好人的话呢，至少也是要有一个道德的这个规范的这种要求。这个要求达不到的话呢，连你世间的好人都做不到。尤其是密宗的弟子的话呢，那么密宗弟子他有一个行为规范的啊，比如说大皇王当中讲5条戒律，一般的密宗的话呢，就讲这个25条或者14条戒律。那么受持这4条戒律呢，就是非常重要。现在很多人受了这个密乘戒以后呢，受了灌顶以后呢，从来不问就是到底受什么戒啊，就从来不想什么啊。其实这是不合理的。比如说我们一个出家人，你光是穿个出家衣服也不行，光是今天给我穿一个这个什么出家戒律也不行。你穿了这个戒以后呢，那么你知道是我现在该什么变成沙弥了，变成比丘了，变成什么居士的话，到底居士要受什么戒啊？比如说我们考上理工大学以后呢，你考完了以后，理工大学的所有的规矩都不懂的话，合不合理？肯定不合理的。如果你这样的话呢，就是很有可能就是都会导致开除的，因为你什么这里的学校的这个纪律啊，这些都是没有去了解，就是不合理的。所以你如果懂得了这所有的这些规则以后，有这个戒律，有这种戒律呢，就是这是密乘戒律。所以我现在第3一年呢，我们很多人包括一些知识分子呢，现在特别喜欢求灌顶，但求完灌顶以后呢，好像比如说我们喝一口水的话呢，你喝完了就吞完了就可以了，就再没有什么了。但是你灌完顶以后呢，你就已经成了密宗弟子。那密宗弟子呢，你以后作为一个密宗弟子，你是应该是层次上是比较高的，就是因为密宗大法是很神圣的一个法。这个神圣的话呢，你没有一定的条件是没有资格去接受就去接受。就像你比如说你要去这个美国的话，那可能就是有一定的花销你没有这种能力的话呢，你去不成你要到哪里的话呢，那哪里的高尚的生活水平呢，你要跟得上。如果你跟不上的话呢，你即使去了美国，但是呢，你还是这个就是你的这个目标呢，就是不能完成。所以密乘戒律就是非常重要大家就光是有个观点呢，就是还是不行的，就是一定要受持这个密乘戒律，就是这是我刚才讲的第3点就是第3点。然后第4一点最关键，光是受一个密乘戒律可不可以呢？不行的。你受了整个密宗的观点以后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学密法。要学密法的话呢，首先是从这个理论上开始现在我们佛教徒呢，最缺的就是闻思修行。说实话，很多佛教徒呢就是对这个佛教的学习系统的这个了解呢，就是特别缺少很多人的10多年、20多年，然后办一个皈依证然后到寺院里面去，就是烧香拜佛或者说稍微在理论上就是了解看看书，没有一个很正规系统的去学习。有些人刚开始的时候就比较精进，然后糊涂社会慢慢细就是最后像刻度一样的，不知道你们可能没有看过吧？就是刻度是头是大的，就是然后尾巴是细的。我们有些学佛都是这样的，刚开始皈依佛门的时候，就白天不休息，晚上不睡觉，非常的精进。家里的什么这个妻子老公他们都是就劝你不要这样的话的，你就天天吵架，什么家里的事情都不管，就是开始学习。然后到了最后的时候呢，你的这个家庭关系也搞不好，修行也搞不好，就是什么都一无所有，就最后都非常可怜，就是这种现象经常有的。所以我们现在最缺少的是什么呢？就是系统的闻思修行很多人对这个佛教呢，是比较这个茫然的。所以呢，那么你得到观点，受了密乘戒以后呢，你一定要去学习密法学习密法是什么学习呢？从理论上开始学习就现在很多人对这个密宗的理论呢，就是的确也密宗看重是一种气功
或者是它是一种这个瑜伽功一样的，就是并没有就认为是它有一个特别高深的理论体系，这一点是特别可惜啊。很多人有信心，但是呢，因为他不懂理论，因为他不懂密宗的教义，后来慢慢已经退失了就是退失了。这种现象就是现在特别多，因此呢，就是第4个环节是必须要去闻思修行就是闻思，对闻思。那闻思的时候呢，我们有2种方法，有一种方法呢比较高的，像十轮金刚像那个大华华王大圆满的这个，比如说七宝藏还有这个3修习4心地等等，就是这方面的。像我们这个尼玛派的话呢，就是在这方面去了解。格鲁派的话呢，像那个密宗道次第论还有道果法等等，就是像萨迦派的道果然后那个格鲁派的这个密宗道次第那么这些最好是还是去学习。就如果你没有去学呢，我是一个密宗弟子，密宗的。其实我们现在很多密宗弟子真的就是密宗的理论都是特别一窍不懂就这是从理论上面，还有一些实修方面呢，至少也是像那个大圆满前行还有这个无光存在的3修习里面的信心修习的前面的，从人生难得最后到这个8品之间的所有的这些这个次第次第呢，就是一定要这个学习。但这样的学习呢，最好是还需要具足这个前面的什么就是先宗的一些修法，先宗当中的包括我们比如说这样这个发菩提心这样这个皈依等等，就这些道理没有修的话，的确也是这个修行就特别这个困难的。原来那个这个乾隆皇帝就乾隆皇帝呢，就是当时在修行的时候呢，他就觉得是密宗对他来讲很有信心，但是不知道怎么样修。有一次问那个张家那个河图国图然后张家呢就是说是你最好如果想系统学习的话，最好就是从这个菩提道次第开始。然后据说是乾隆皇帝呢，就是从这个菩提道次第开始学习现在的国内外的很多，包括我认识的一些大学教授他们自己是很认真的，就是智悲光尊者和华智仁波切的教研就是学习。我们在座的一些大学老师的话呢，在大概是10多年以来就是一直是学习。今天我认识的有几个大学老师就说实话，就是在20年前的这个密宗的这些理论实修就是一直在修就去年我去他们的学校去讲座的时候呢，他们还是在不断的去学习。其实我们人不管是什么样呢，要有一个学习的这种这个思想就学习的思想。我都自己在这方面我觉得是还可以。我到哪里去呢，我没有什么像买衣服买什么吃的这方面没有兴趣。我到哪里去呢，就喜欢就是买书就我的这个站里面就是书特别多，就是一间房子全是书。但是我觉得书越多越好，就是不管怎么样，有时候自己没有时间看的话呢，就没有时间看，但是书堆在哪里，就是有时候看一看，就心里有点舒服，就是因为我一个翻的话呢，的确有时候我没有时间，但不管怎么样，我今天看我那个箱子呢全是书，就是我自己的刚才抬一下，这根本抬不动。但是呢，在这里很多那个就包括这几个大学的一些老师有些学生就很多人给了一些书，就是然后其他的东西呢，就是除了一袋咖啡以外，我就全部都就基本上都处理完了。然后我把这个书呢，就是全部都带着，就是明天可能很重，但是呢，我还是特别喜欢，就是这几年以来一直是这样的。我看并不是我意思是你们向我学习，但我希望你们也很多人对这个对理论对知识呢，就是要这个重视。现在的这个时代变成了什么样呢？你们都知道是现在成了一个金钱时代人们都是特别的崇拜那个金钱，崇拜一些这个外面的一些虚假的这个出皮囊除了这个以外呢，真正的这个内在的智慧，内在的这种心灵教育呢，重视的人越来越少
啊，变成这样的一个时代。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每一个人自己要观察得到，就是到底真正有价值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前辈大德们的这个智慧啊，这个智慧当中呢，有佛教这个先宗密宗的传承上师们的智慧，还有呢，我们实践当中呢，也有德高望重、非常了不起的这些智者们啊，就是学者们，他们也是有他们的这种爱好和他们的这种思想呢，应该说是远远超过我们有些人的这种需求啊，就是很值得学习的。我们在学术研讨会上面呢，的确是也学到了不少的一些真理啊，就是有很多年轻人呢，现在年轻人的这个思维呢，就从来没有像就是学一些知识和帮助众生，这两个，我觉得作为人类来讲是很遗憾、很缺少的。一定要有一种求学的这种精神。你如果自己真的是在内在当中就是有智慧啊，有背信啊，而且这种智慧背信呢，你到了一定的时候并不能停着你就一定要在一年当中，就是至少也是你要看这个基本佛教的书然后就是现在很多大德们呢，就是在网上光盘呢，就是也有很多的这种这个传讲，就是然后你自己有机会在上师面前去听课呢，你去。如果实在这个机会没有的话呢，那么你就可以就是通过这个网络和通过这种方式呢，就是自己吸收这个真正的出实践和实践的这个知识，这是人生最有意义的。这是也许是我个人的想法，就是你们不一定就觉得是这样的。哇，就这种说法是不对的。我还是爱好我看我的电视就是这个看什么奥林匹克那多好啊，就是多精彩啊。我自己也是当球员，我自己也当游泳，就是虽然我没有这个游泳池，但是我心里就是我变成这个心灵的游泳者，就是也许可能有一些人开始这样。就自己对自己制造很多这个梦中的飞机，但我想呢，人最要有意义的是真理说实话，那这种真理呢，在理论上，我们按照密宗的说法呢，就是一定要用一种理论的这个修行，就是才能就是得到的这是我刚才讲的是第四个次第。那么第5个次第呢？就是说，光有一个理论呢就不行了。我看到很多学术界、很多大学教授讲的时候的是天花乱坠，什么都会讲。尤其是有些口才比较好一点的人呢，哇，就是一上台以后就是什么话都讲出来。从他的话里面一看的是这个人真的很了不起。但讲完了以后呢，就是他就不会做什么不会做什么。所以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去修行。修行就是很重要的。按照密宗的这个次第的话呢，的确也是从人生来的宿命无常，然后呢就是轮回过患和业因果我们前面的这个四种这个加行，然后完了以后呢就皈依菩提心金刚萨埵修法。供曼荼罗还有这个往生法，我们在这个前行里面所讲到的这些道理，就是全部要修。然后完了以后呢，就比如说你是真正修一些大圆满的不共法的话呢，那么大圆满的一些身加行瑜伽行意伽行就一一的修。然后呢，就是从神奇次第、圆满次第开始，就是整个这个过程呢，都要去这个修。其实这种修行呢，真的是对我们的这个心灵就是会这个提升如果你说简单一点的话呢，你的心灵就是不断的有一种升华和进化的这个过程。如果我们说的深一点的话呢，那么我们现在每天在生活当中就是发生的贪心、嗔心、痴心无数的这些烦恼的话呢，通过一种修行轻而易举的对着它这一点呢，依靠这个密法，依靠密法的话呢，非常直接。为什么现在这个东西方的成千上万的人，无数的人那么喜欢就是藏族的这个密宗呢？其实藏传的密宗的确是它的这个实用性特别高，可以这么说。因为现在人特别懒惰，好多人呢，就是如果给他讲一个特别这个一些深奥的这个学术呢，就是他不一定就是能了解，他没有这个时间。就像以前那个在这个美国的很多人也是这样的，就是他直接一点，他直接。所以我们这个密法呢，就是他直接的给你讲。比如我产生嗔恨心，那这个嗔恨心呢，按照显宗的一些观点的话呢，可能有很多，就像《入心论安忍品》里面讲的一样，就是好多道理来，就是把这个嗔恨心呢，就是慢慢就是摧毁，就是只有这样的。
而密宗当中，你有了这个上师的窍诀以后呢，你可以通过一种观修方法，直接观察这个嗔恨心的本来面目是什么样的。那么当你刚开始观的时候呢，因为你没有修养过，不一定马上管用。但是你真的这个懂得了这种窍诀之后啊，那这个时候呢，不管是产生任何一个烦恼，你当下一观的时候呢，你就马上要认识到它的这个本体啊。当你认识它的本体的时候呢，原来你对别人起的这种嗔恨心呢，实际上是非常可笑的，也是一种不值得的虚妄的一种分别念。当下就会明白的，而且这种明白呢，不需要就是像先宗的什么这个打坐啊，就是通过呼吸啊，通过别人的一种这个就是各种各样的一些做事啊，等等等等等，就这样心慢慢的跳入啊。当你心安住的时候呢，你可以就是住一个平台，住一个状态。那么当你产生分别念的时候呢，你就好像就是没有办法，就是对着就是有这样的。可是，在密宗最高的一些智者法当中呢，就是不需要这样。当你产生任何分别念的时候，在分别念的当下呢，有一些密法有。当然，我直接讲的可能我讲的太深了，就是然后一讲的你们很多没有观过定的话呢，我讲的太多了的话呢，我也犯迷层戒，就是所以，不过这个呢，说实话，我今天还是提醒你们啊，我们既然就是居住在这个理工大学的话，那就是应该是有缘者。有缘者的话呢，我是不敢说修得特别好，但是对密宗有一定的信心而且自己呢一生当中的这种经历呢，就是花在这个密宗上面，特别感恩这个传承上师们，所以他们给我们留下来的精神财富的话呢，永远也是无法报答。就是我经常时时都是在想，就是虽然我有时候就跟这个就我们平凡人一样，就也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分别念，但是呢，的确也是这个学了密宗之后，跟其他这个宗派呢，我是非常的这个恭敬，有亲近心，甚至对其他的宗教的话呢，我们也有这个和平共处的一种这个理念和这种互换吧，就是互换。但是我本人呢的确是就是从小都是对密宗，尤其是对莲花生大师的这个法门呢，具有这个不可退转的这个信心呢。我也特别希望我们这里很多的这个有缘者呢，有些是已经站在门口上，有些呢就是在门口以外，还有这个100公尺以外的地方呢，就是在那边观望着其实观望也好，不观望也好，我想你有再高的智慧，再有这个了不起的学问的话呢，你对藏传的这个密教呢，就是说不出任何的这种太过就我们所谓的太过呢，就是你就没办法推翻它，就是也没有必要你来推翻，就是因为这个真理呢，我们一般人是这样去这个追求并不是这个真理推翻的人呢，就是并不是很这个多的就如果真理真正能推翻的话呢，也许你很出名的，但是呢要下一定的功夫就所以呢，我想呢，我们有些人是就没有必要就是对这个密宗造一些是非就是说一些过失当然你对个别人的这个行为不满呢，你可以这个说，可以，这是我们这个佛教呢就是都是这个允许的，我们也不敢保证学密宗的人全部都是行为是清净的，也不敢保证。当然不要说密宗，这个仙宗也是不会保证的，就是仙宗，尤其是现在这个时代当中的话呢，好像佛教徒稍微做一点事情，媒体呢就是大肆宣扬，就是说这个和尚不对那个修行人不对然后其他的一些世界上各种各样的干坏事的话呢，有些人也没有这个就是传扬，就是这是到底他的背后有什么样的这个情况呢？就是也有各种说法就我们暂时就是不谈论这些，但是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呢？一方面真正的这个系统的次第的了解，就是藏传的这个密法就是从它的历史也好，它的整个传承，那么真正这个修学密法的这些高僧大德们的他们的这个弘法利生的这种菩提心是什么样的？你们如果真的越来越亲近一些这个真正修密法的这些大德们的他们的这个行为的话呢，那可能知道我们一般人是无法这个无法就是判断的，因为他们的这种心理呢，除了诸佛菩萨的境界和利益众生的
这种一切的这种理念以外的话呢，不像我们凡夫人一样的，每天都是就是乱糟糟的，就是思想也是很肤浅的、很浮躁的，整天都是以自私自利的心啊，就烦恼啊、痛苦啊，各种各样的这个烦恼呢，就是每天都是在不断的这个涌现呢，应该就很多的这些大德也好，还有些是虽然没有成名就没有不是什么大的，但是真正修这个密法的这些人的这种生活如果你进入他们的生活的时候呢，才知道原来是这个密法呢，的确是并不是口头上说是他是如何如何好就不是宣扬的，而是真正如果我们的心真正相应这个密法的时候呢，那就是可以超出这个世界。即使你住在这样的欧洲恶世的特别的这种这个无欲这个就是猖狂的这样的这个社会当中，但你这个生活呢过得非常的平静，过得非常的快乐。即使你有时候呢可能会有一些各种这个痛苦各种烦恼但是呢这种是就像春天的这个风一样，我们藏地刮的风比较大，很多大德呢把它比喻成春天的风。春天的风是什么样呢？虽然你怎么样刮也是它没有力气，没有力量，就像这样。虽然你有一些烦恼，但是这种烦恼呢，不像我们世间人一样的。世间人的烦恼什么样的？大家都知道，你们可能有些人，当你产生嗔恨心、产生烦恼的时候的话呢，谁也劝不了你。当这种心态当中所造的事情的话呢，到最后你心平静的时候一看，哇，原来我真的是生嗔恨心的时候发疯了一样的，不应该说这些话，不应该做这些事情，就是那一看自己对自己的是特别后悔，就是也有这种情况。可是真正的这个修行人呢，不会这样的。这一念呢，密宗有不可思议的这种加持力，还有这个传承的力量。同时呢，他的这些境界呢，我们很值得去学习现在西方。包括美国和德国、英国，就是这边呢有很多学者的是，他们不单单是一个口头上，就是在实际行为当中去修行的我们这次世界青年研讨会上面呢，很多的这个教授很多的一些大学老师，在他们的讲着呢，就是他们都入于一种境界当中，就是所以我下面很认真的听着他们的讲课当时他们所讲的时候呢，我也没有大瞌睡，就是然后一直是很认真的这个很专注的，就是听着，因为佛法难闻，就是在听课的时候呢，就是如果这个大瞌睡的话呢，那就是无始以来的这个业障显现，就是特别这个怎么说就是很不好意思，就是所以呢，我就特别认真的听着的过程当中呢，有些教授就是讲着呢，就是入于这个，尤其是讲一些密宗的时候呢，就是他们的入于一些境界当中一样的。就下面看了的是确实是很随喜，就值得很需要，就是这种境界。而佛教的境界呢，并不是口头上说的，说实在的，柔人因随，逆乱自知。通过自己的修行以后，最后呢，真正会就是在人生当中会得到这个感悟的这种感悟呢，并不是说就每个人都马上得到的，一定要有一个次第性的没有这个次第的话呢，那他的这种智慧他的这种能量呢，你不一定得到。如果你按照这个次第，真正的如理如是的一至三至四，经过闻思修行这样的这个次第经过以后的话呢，每个人都可以得到他的不共的一些加持和这个境界就所以呢，我想我们今天呢在跟这里就是我也没有什么可能次第吧，也没有，因为这几天呢一直累，就是我也在那边天天都是在那个有些学习然后我想我们这里这个老师也好，学生也好，跟大家大概的就是心里想什么讲一下，就是尤其是密法的这个次第非常重要。到最后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密法当中也是一样的，修法仙宗也是一样的，所有的这些这个修行呢大家要这个怎么说，和合僧众，和我们的佛教徒，以及跟其他的宗教呢，就是要这个和睦相处。我们不能自己稍微有一点这个修行的机会，指指点点，就是说别人的过失。现在我们世界这个和平正在提倡这个世界和平。世界和平的时候，我们佛教徒呢，应该先站出来，从自己的行为来这个做现在很多人的心态确实是有个别人的心态是
说是发菩提心，说是佛法，但是始终是站在一种这个自我的心啊，一种自我的牛角当中就站不出来的话呢，的确也是利益众生是非常困难的。所以我们这个学习佛法之后呢，希望大家在以后的这个生活当中呢，好好的去帮助众生就是利益众生。当然，这个你如果学的密法就是非常好的话呢，那么菩提心呢，就是一定会是有的。那么有了菩提心和一些密法的境界的话呢，那么利益众生呢，我们就不用说，就是他自己就是本有的一种这个能力，而且他呢一定会是去这个饶益有情的。如果他把菩提心也修得不好，密宗里面的所有的境界呢没有提升的话呢，也许暂时口头上说我要帮助众生，我要帮助众生，但就变成这个3分钟的热气，不一定会长期的会这个留存下来。所以我们现在无论是知识分子也好，还是这个世间的一般的普通修行人，其实人生老死病都是无法面对的。当你真的要面对死亡和面对这个衰老的时候呢，佛法才有真的是这个管用的。尤其是你们年轻人呢，如果年轻的时候没有好好学，到这个白发苍苍的时候，也许醒过来了，但是那个时候呢，有心力不足，不如呢早一点就是醒过来。我今天在研讨会上看到有个别的一些非佛教徒的话呢，虽然他们这次可能摧毁了很多的这个傲慢，但是呢，有些一直观望者，就是一直呢就觉得是自己皈依的话呢很不好意思等等等，有很多的这种想法。不管怎么样呢，每个人的缘分都是不相同的，我们也不勉强就是怎么样我们并不是看到一个非佛教徒马上把他拉过来就是这抢教徒就这是我觉得佛教呢一般都是不赞叹的。我们也没有必要就是天天的是拉一个宣传品，就是在路上给他发，就是你非要去进来我们也并没有这么做。但是有缘的众生呢，我们还是也度。所以佛教徒有时候是其他宗教呢，有时候是太勉强了，一直是让就是昨天的是有些这个西方的同学都是说，他每天都是有其他宗教都是把他拉着，就很烦的，就是但是佛教呢，就是一点也不积极，就是也很烦的。他认为，因为佛教呢，就只讲自己的上师自己的，有时候我们佛教确实是讲的自己的太多了。刚才我们在那边的时候呢，我也说了，不要讲我的上师，我的上师，你的上师有什么了不起？不要天天自我化了，就是应该我们说是释迦牟尼佛，我们都是佛教徒，就这样子好。小小的一些宗派，小小的一些道场每个都是关系都不好，就一个人都是，这叫做是家庭式的。而且连那个小乘，我们经常说南传佛教，其实南传佛教是所有的这些，我以前去过泰国很多那个其他的这个国家，他们都是非常团结的，所有的这个道场都是没有说是你和我的这样的分。甚至我们现在这个密法的一些道场的话这里是什么中心，那里是什么中心，然后这些人说话的时候呢，我就经常注意看这个人到底怎么说的。有看，你看他又要开始说自己的，就每个佛教徒的话，那就是这里就是一个团体，那里一个团体，然后互相都不说话，然后说话也是说的很少，然后就经常呢，就经常宣扬我们现在，比如说这是你是尼玛派，你是噶举派，你是禅宗，你是净土宗，你是什么？其实都是释迦牟尼佛传下来的。我们何必？我们本身都是，如果修得很好，所有的这些都是只不过是，比如说这个怎么说就是一个父母就是有10几个孩子的话呢，10几个孩子呢就是不同的这个家庭，都是兄弟姐妹，就是让兄弟姐妹呢就完全的是把我有一种敌对的关系的话呢，反而就是对我们的弘扬有一定的影响。所以我们佛教徒呢，以后就是不要以这个家庭式的一种这个非常一种狭窄的这种思想理念，一定要大家融合一体。而且我们的佛教文化呢，它可以涵盖就是其他的宗教，它可以涵盖包括所有的这个什么天文地理宏观世界、微观世界，任何一个学问都是没有一个不涵盖的。佛教都是应该说是最宽容、最包容、最广阔的一种知识。可是我们佛教徒的这个心呢，有时候看不一定所有的人都是，有时候看我们佛教徒呢，真的现在团结的力量不够。正因为我们自己没有团结呢，我们身边的很多人呢都不学宗教了。他们一看的是这些佛教徒够信宗教，就互相都是在天天说过失这个那个，然后呢，这赞叹我的上师如何如何。我觉得说你的上师如果好，你对他有信心呢，你就内心当中天天祈祷的是可以，不用再
口头上啊宣传啊，天天的是赞叹呐，就是什么跟自己的上是祈祷啊，就什么长久住啊，就天天的是个人主义。我希望我们佛教徒呢不要这个个人主义，应该是一种全面的，就是对释迦牟尼佛的教法。释迦牟尼佛的教法以显宗方式出现，密宗方式出现，以各种各样的这种方式出现。道场也是有，在这里有道场，比如说这个美国也有道场，什么英国也有道场，印度也有道场，那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可以出现的。所以我们以后啊，作为这个佛教徒呢，可不可以就把心呢稍微就是宽恕一点，应该就是利益众生的心呢，就是不要在口头上就是落到实处啊。就说实在的，我们很多事情呢，就并没有把这个自己的修心就是放在第一，就把生活放在第一了。然后很多人呢，利益众生呢，就是没有放在第一，就是利益自己的家庭就是放在第一。这样一来，我们的这个佛教呢，就是有时候实在是没有开展。在最关键的问题呢，我们现在的这个佛教水平呢，就还需要就是提高。很多佛教徒呢，他没有一个系统的学习的这种习惯，这一点是最怎么说啊？就遗憾的是啊，其实你真的去学习的话呢，佛教的这些教你浩如烟海啊，非常值得学习。你越学越，最后的是你自己是可能舍不得放下来啊。我都有时候，我并不是说我学得很好，但是我确实看到很多显宗密宗的经论以后的话呢，都舍不得。我经常想过，我离开这个人间的时候，其他的事就是没有什么舍不得的。我家里面有特别好的一些书，那么这些书我永远看不上的话呢，那这是多么可惜啊！我经常看这些书啊，就是我前往我还要就是有机会就是看一遍，因为这些书里面讲的太好了，就是我有时候再翻译，当我离开这个身体的时候，这些书呢肯定是就放在这个人间的。所以我经常有这种感觉，就是我希望我们很多佛教道友就是对这个学习呢，就是放在这个第一，互相的这个争论啊、攀比啊、说过失啊，这些呢干脆不说了。就我们这个佛教里面就是有很多的这种这个功德啊、优点呐都是菩萨和佛的这个化身的话呢，也是有这个可能的。所以说呢，我们大家就是关这个清净心啊。就今天我就大概就想什么就说什么，好吧谢谢。